大家好，欢迎来吸收奇怪知识。在探讨评价与奢华道歉的差异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理解道歉的核心要素——诚意。诚意的道歉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言语表达或是形式上的补偿，它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情感的真诚体会。一个有诚意的道歉，无论是评价还是奢华，都必须包含几个关键的元素：认错、责任的承担、真挚的后悔，以及一个明确的改正承诺。在人际交往中，道歉是一种修复破裂关系的重要工具，但并非所有的道歉都是平等创造的，有些是简单而直接的，仅仅一句诚恳的对不起；有些则是豪华且花哨的，或许伴随着昂贵的礼物或公开的声明。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平价道歉与奢华道歉在效果上有何差异？更重要的是，这些差异是否影响了道歉的诚意？平价道歉通常指的是最基本形式的道歉，它不涉及物质的交换，而是通过言辞和非物质的行为来表达。这可能包括一个简单的口头道歉、一封手写信件，或者一个小的个人化的行为。这些都是为了表达歉意而不期待任何物质回报。在许多文化中，这种道歉被视为最真诚的，因为它聚焦于错误的认知和情感的弥补，而不是通过物质补偿来购买宽恕。而奢华道歉则涉及到显著的物质组件，比如昂贵礼物或是公开的庆典。这种道歉形式可能会在公众场合进行，如通过媒体发布道歉声明，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进行高调的自我批评。在某些文化和社会阶层中，奢华道歉可能被视为必要的，因为它不仅是对受害者的补偿，也是对社会期待的回应。然而，这种形式的道歉有时候会遭到批评，人们质疑其背后的诚意，认为这是一种展示或是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下，对于这两种道歉方式的偏好和接受度也不同。在某些文化中，诚意和个人关系的修复远比物质价值重要，而在其他文化或社会阶层中，昂贵的礼物或行为可能被看作是对严重错误的适当回应。这些观念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信任的建构方式以及社交规范。透过对这两种道歉方式的比较分析，我们将探讨它们各自的社会功能，它们如何影响人们对诚意的认知，以及在当代社会中，这些差异如何塑造我们对错误、责任和宽恕的理解。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道歉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行为，也是深植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权力、地位和阶级关系的一个镜像，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人们对道歉的期望和认知。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人们对道歉有着不同的期待。在某些阶级中，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口头道歉可能就足以表达诚意，而在其他阶级，可能期待更为公开和有形的补偿行为。例如，在权力较低的社会群体中，道歉往往是关系修复的重要途径，重点在于诚意和关系的恢复，而不太强调物质补偿。相反，在权力较高或物质主义较为盛行的社会阶层，奢华道歉可能会更常见，因为他们表达了一种愿意投资资源来修复关系的意愿。道歉的方式也反映了社会结构的运作。在传统上权力较集中的社会中，道歉可能会伴随着一种仪式感，这种仪式本身就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而在更为平等或个人主义的社会中，道歉可能更加个人化和非正式，强调的是个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和解。此外，道歉的接受度也与权力关系紧密相连。当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个体对一个地位较低的个体道歉时，这种行为可能被视为格外的宽容或慷慨。反之，当一个地位较低的个体需要向一个地位较高的个体道歉时，这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必要的服从行为。道歉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其形式和接受度揭示了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以及文化规范。透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道歉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多重意义。它也是一个情感丰富且复杂的人际交流过程，并涉及到一系列深层的心理动态。当事人在道歉过程中可能会经历罪疚感、羞愧感以及寻求宽恕的强烈需求。
罪疚感是道歉中的一个核心情感，它源于个体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后果的认识。罪疚感会驱使个体寻求补救措施，以减轻内心的不安和恢复道德自我形象。在评价道歉中，罪疚感可能通过真诚的话语和悔改的行为得到表达。而在奢华道歉中，罪疚感可能被转化为更具象的补偿行为，如赠送礼物或公开表达歉意。羞愧感则与个体的社会形象和自我价值感有关。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背了社会规范或期望时，羞愧感便会产生。羞愧感有时会阻碍道歉过程，因为它涉及到自我暴露和脆弱性的展示。然而，正面的处理羞愧感可以促进个体成长并加强人际关系。寻求宽恕的心理需求则是道歉中的一个重要动力。宽恕是一种释放罪疚和羞愧情绪的机制，对于恢复个人的社会立场和内心平静至关重要。在心理学中，宽恕被视为一种可以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和谐的正向力量。因此，当事人可能会寻求通过道歉来达成这一过程，无论是通过简单的言语表达，还是复杂的意识行为。不同类型的道歉反映了个体对这些心理状态的不同处理方式。有些人可能更倾向于私下里进行平价的道歉，以避免公开的羞辱感，而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公众人物或公司的情况下，奢华道歉可能被视为更适合的策略，因为他们可以向公众展示对过错的认识和对改善的承诺。心理学分析揭示了道歉过程中的内在情感驱动力和心理机制。通过理解罪疚、羞愧和宽恕的心理需求，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洞察道歉的本质和其对个人及其关系的影响。道歉是一种复杂的沟通行为，涉及到言语和非言语元素的策略选择，以及对适当时机和场合的敏感度。不同类型的道歉会使用不同的沟通策略来达到其目的。语言选择在道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有效的道歉需要精确的言语来表达歉意、解释行为、承认错误、展现后悔以及承诺未来的改善。评价道歉可能更偏向于直接、简洁的语言，强调诚恳和直接性。而奢华道歉可能包含更复杂的语言结构，如正式的语气、专业术语或修辞技巧，以显示对事态的重视和愿意公开承担责任。肢体语言在非言语沟通中同样重要。真诚的眼神接触、开放的身体姿势和适当的面部表情都可以增加道歉的诚信度。评价道歉可能较少依赖肢体语言的夸张表达，而是通过亲密、个人化的肢体语言来表达诚意。在奢华道歉中，非言语的元素可能更为戏剧化或公式化，比如在公开场合中的深鞠躬，或是在道歉信中附上的正式手势。时机和场合对道歉的成功至关重要。一个及时的道歉可以显示出负责任的态度和对问题的迅速回应，而延迟道歉则可能被解读为不愿意承认错误或缺乏关心。评价道歉的时机通常是私下和及时的，当错误发生后不久，直接向受影响方表达歉意。对于奢华道歉，它可能需要在公开场合、特定事件或通过媒体策略来安排，以达到最大的公众影响力。而通过细致的语言选择、非言语行为的调控以及对时机和场合的考量，道歉者可以有效地表达歉意，并朝向关系修复的方向迈进。在这一过程中，诚意和透明度是关键的，它们能够决定道歉是否能够被接受，以及道歉的深远影响。在一些较严重的状况下，为了展现道歉的诚意与增加挽回关系的成功率，我们也可以进行关于道歉的个案研究。进行个案研究是理解评价道歉与奢华道歉效果的一个有效途径。个案研究允许我们深入地分析特定事件中的道歉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如何影响冲突解决和受众反应。首先，我们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这些个案可以是个人经历、公众人物的道歉，或是企业危机管理中的例子。这些个案应该清晰地展现了评价和奢华道歉的特点。为了深入理解个案背景和结果，收集广泛的资料非常重要。这些资料可能包括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反应、道歉声明的文字，以及可能的后续报道。接着评估其个案中所使用的道歉策略，注意语言选择、肢体语言、时机、场合，以及是否有物质补偿或象征性动作，并分析道歉后冲突如何被解决。
考虑是否达到了和解，关系是否得到了修复，以及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处理。考察受众对道歉的反应，这可以通过民意调查、评论或社交媒体互动来评估。注意受众是否接受道歉，以及他们对道歉诚意的看法。再来，比较不同个案中的道歉策略和结果，考虑哪种类型的道歉在特定情况下更为有效，以及这是否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在最后，根据个案分析的结果，提出关于评价和奢华道歉在解决冲突中有效性的见解，考虑哪些因素影响了道歉的接受度，以及如何应用这些见解于未来的道歉策略中。举例来说，比较一位公众人物在犯错后的简单公开道歉，与一家大企业在公关危机后的广泛媒体道歉活动。分析两者的道歉内容、受众反应和后续影响，可以提供对不同道歉策略成功与否的深刻洞察。这种比较可以显示出在特定情境下，不同元素如诚意、时效性和社会期待对道歉效果的影响。通过这些个案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解决冲突时，如何有效地选择和执行道歉策略。在不同的情境下，道歉可以被视为对错误行为的自我认识，对他人受伤的认可，以及愿意承担后果和纠正错误的态度。而道歉的道德和伦理意义根植于其对于诚实、责任和尊重的体现。这些考量是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信任的基石。在道德层面，一个诚恳的道歉体现了自我反省和改正的意愿。它表明个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了道德标准，并愿意通过承认错误来修复道德价值。然而，如果道歉被视为一种应付差事或是逃避真正责任的手段，则其道德价值将受到质疑。再从伦理的角度来看，道歉也涉及对受害者的尊重和对社会公正的承诺。一个有效的道歉应该考虑受害者的感受和需要，并且提供一种公正的补救方案。当道歉未能公正对待受害者，或者忽视了受影响社区的需求时，其伦理性就会受到挑战。这些道德和伦理考量对人际关系和社会信任有深远的影响。一个真诚的道歉可以增进关系，修复信任，并促进和解。相反，一个不诚实或不充分的道歉可能会损害个人的名誉，破坏信任，并对社会关系造成长期的伤害。评价道歉与奢华道歉在这方面也可能有所不同。评价道歉通常被视为更真诚和个人化，因为他们专注于言辞和行动本身，而不是物质的补偿。奢华道歉如果被视为试图用物质或外在的影响来买宽恕，则可能会被质疑其道德和伦理的诚意。在任何情境下，道歉的道德和伦理质量都取决于其诚意、事实性和对受影响者需求的敏感性。最终，这些要素决定了道歉在修复错误、重建关系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有效性。当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考量道歉时，它的价值变得既具象又抽象。道歉可以视为一项情感投资，其成本和收益不仅影响当下的财务状态，更牵动着未来的信誉和关系网络。对于个人而言，一个评价道歉可能不涉及直接的金钱支出，但却包含时间和情感的投入。这种投资的回报在于关系的维系和社会资本的累积，这在职场和私人生活中都是无价的。反之，如果处理不当，一个简单的道歉可能会导致社交机会的流失，甚至影响职业发展。对企业来说，道歉的经济考量更为复杂。一次奢华的道歉活动可能伴随着高昂的公关成本和赔偿支出，这在短期内对财报是一笔负担。然而，这样的负担往往是企业为了维持市场地位和顾客忠诚度所必须承担的。一个及时且诚恳的道歉能够有效地避免品牌价值的长期流失，甚至可能因为增强了消费者的信任而转化为更大的市场优势。然而，道歉的长远经济影响并不总是立即可见，它们往往隐藏在企业信誉的增减或个人声望的变化中。一个失败的道歉可能导致持续的信任危机，而一个成功的道歉则可能促进更为稳固的人际关系和更高的社会评价。在这个过程中，道歉的诚意和如何被公众所接受是关键因素。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在考虑道歉时，都必须审慎地评估潜在的经济成本与收益，并且理解道歉超越直接经济效益对于建立长期信誉和关系的重要性。
一次深思熟虑且执行得宜的道歉，无论是平价还是奢华，最终都可能证明是一笔值得的投资。在探讨平价与奢华道歉之间的差异后，我们可以总结，平价道歉依靠其简洁和情感的直接性，尤其在涉及个人和私密关系的情境中表现出色。这种道歉的力量在于其诚意的传达，无需外在的装饰。相对而言，奢华道歉则在公共领域和正式场合中更有其地位，它透过形式和物质的表现，展现对事件的重视和对更广泛受众的回应。这不仅是为了解决当下的冲突，更是为了在长期内维持形象和信任。在选择合适的道歉方式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平衡关系的本质、文化的期待、错误的严重性以及道歉的目标。每一种道歉都应该是对情境的精确回应，无论是个人之间的微妙交流，还是企业对公众的正式陈述。经济上的考量也不能被忽视，尤其是对企业而言，合理的投入应该能够转化为品牌价值的提升和客户关系的强化。最终，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真诚地承认错误，并表达愿意改正的决心。同时，也要顾及到受众的感受和期望。有效的道歉不仅能够平息当前的争端，更能在较长的时期内建立起稳固的信任基础。这无疑对个人的声誉和企业的繁荣至关重要。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